这次 iPhone 13 Pro 前置后置镜头画素虽然一样维持了1200万画素，但是光圈变大了，超广角镜头广度有120度，能够涵盖的范围更广，在大太阳下 HDR 表现也很不错。另外 iPhone 13 Pro 也首次具备了微距模式，透过超广角镜头拍摄物2公分内的距离都能够清楚的成像，非常适合用来拍摄昆虫及花草。iPhone 13，一支乍看之下没有亮点，却让人不能忽视的手机。我手上这支手机就是 iPhone 13 Pro。有很多人认为 iPhone 13是史上最无感的一代，这次升级了镜头模组，有更大的光圈，长焦也从2倍变成了3倍啊，终于有了微距模式，更新的处理器，也终于有了120赫兹的萤幕更新率，然后就没有了。制作人，有新的颜色算吗？好，不开玩笑，先讲结论，我很喜欢这只手机，这几天的使用过程不断的带给我惊喜，尤其是 iPhone 13让故事变得更精彩了。刚才迷人的小故事是不是很有感觉呢？明信片背后写了什么？女孩看到了什么而落泪呢？我认为手机除了通话的功能外，第二重要的功能就是记录生活，而且要方便的记录生活。很多转眼即逝、珍贵无比的画面，手机就是最好的记录工具。这就是 iPhone 13我认为最有感的变化。先来谈摄影，这次 iPhone 13 Pro 前置后置镜头画素虽然一样维持了1200万画素，但是光圈变大了，主镜头搭载了 f1.5 的光圈，望远镜头则是 f2.8 的光圈，超广角镜头则是搭载了 f1.8 的光圈。除了硬体的提升，更重要的是演算法有大幅的进步。这次新加入的电影模式能更聪明的自动切换对焦点，更聪明的预判拍摄主体，自动的将对焦点放在拍摄主体上，有很漂亮的背景虚化。你也可以在后期手动调整这个虚化的程度。几乎拿起手机就能够说一个精彩的故事。再来，我们看看拍照的部分，超广角镜头广度有120度，能够涵盖的范围更广，在大太阳下 HDR 表现也很不错。望远镜头则是从原本的2倍光学变焦提升为3倍的光学变焦，实测下来3倍望远镜头的成像细节很丰富，拍摄远方的建筑物成像也很有水准。放大来看，实物上的纹路也还算清晰哈。更特别的是，这次的 iPhone 还新增了摄影风格，预设了4种不同的色调，包含丰富对比、鲜明、暖色、冷色。使用者可以透过调整色调和色温来改变照片的色彩、对比和暖调的程度。这不单单是滤镜而已哈，在摄影模式下能够分辨拍摄的几物，分别来处理细节，而不是滤镜全部套用一样的颜色。还有很多人关心的夜拍功能iPhone 13这次大力宣传的夜拍功能，大厨也是非常期待的，特地选择了晚上6点的公园来测试以这张照片为例拍摄当时天已经半黑了，但是 iPhone 还是透过演算法将天空调亮了许多另外，太阳下山后，我们也打了一盏小灯 ，iPhone 会如何处理几乎是一片黑的场景？结论是这次夜拍是真的强大。
利用夜景模式加上人像模式，效果意外的好。另外 ，iPhone 13 Pro 也首次具备了微距模式，透过超广角镜头拍摄物2公分内的距离都能够清楚的成像，非常适合用来拍摄昆虫及花草。再来我要特别提一下 iPhone 13这次新的处理器 A15。iPhone 一向在处理器上居于领先的地位。库克也在发表会上表示相比市面上的主流竞争对手 ，A15 的 CPU 性能高出了50%。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在续航方面有非常明显的提升参考极客湾公布的测试结果来看A15 在省电模式下 CPU 的性能和 Snapdragon 888满载时是差不多的功耗甚至还低了将近60%。我们实测的结果，这个数据是可以信任的。当然啦 ，iPhone 13也不是没有缺点的我最在意的就是没有指纹解锁功能。在现在口罩需要戴好戴满的情况下，指纹解锁的功能就应该是不可或缺的。好了，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其他我没有提到的规格及细节，我会放在资讯栏里补充。对于 iPhone 13，你有什么想法，都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们。我是汤尼大叔。我们下次见。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就能第一时间收看我们的新片。